24节气，立秋的由来及传说上。24节气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，认知一年中时令、气候、物候等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。作为24节气之一的立秋，不仅标志着炎热夏季的结束，也预示着秋季的开始。立秋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深远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民俗内涵。立就是开始的意思，立秋就是预告住炎热夏季渐渐远离，秋季即将来临。但台湾纬度较低，属于亚热带气候，因此还不会马上感受到秋天的凉意。民间也用秋老虎来比喻立秋之后仍然高温炎热的天气。月令72候集解提到秋，究也，物于此而纠连也，描述万物在此时收敛成熟，不再生长。立秋的确立可以追溯到周代。在中国古代，24节气被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。立秋作为节气的出现，与人们对自然界变化的观察和农业生产的需求息息相关。在古代，农耕社会对季节变化的敏感性直接影响了农作物的播种、收获以及牲畜的繁育。立秋一般出现在每年的8月7日至9日之间，这一天太阳到达黄经135度，此时白天开始变短，夜晚逐渐变长，气温也开始下降。这一时节的到来预示着夏季的结束，秋天的来临。古人通过观测天象和物候，确定立秋的准确时间，以指导农业活动。立秋的到来对于农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刻。农谚有云：立秋之日凉风至，意味着气温逐渐降低，适合进行秋收和秋种。农民们根据立秋的时令调整农业生产计划，确保作物的丰收。此外，立秋也标志着农作物生长的一个新的阶段，尤其是水稻、玉米等作物，需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，以防止秋旱或秋涝对农作物造成损害。立秋在中国各地有着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。在江南一带，有立秋贴秋膘的习俗，人们会在这一天吃一些富含油脂的食物，如猪肉、鸭子等，以弥补夏季因酷暑消耗的体力。在北方，立秋当天人们有啃秋的习惯，即咬一口西瓜或啃一口苹果，寓意消除夏季的暑气。摸秋，立秋时节到别人家里摸回各种瓜果，摸秋的人会不愁吃穿且事事顺利。摸秋还有另一说法是，未婚女生如果在立秋时到别人家里偷瓜，将来就可以生出儿子。迎秋，这是从周朝就有的习俗。每到立秋，君王及大臣们会去郊外举行迎秋祭祀，民间也会准备贡品来祭拜灶神、火神，以感谢他们，并祈求接下来能风调雨顺。吃秋桃，立秋日吃一颗秋桃，并把桃核藏起来，到了除夕当天烧尽，这也有远离疾病的寓意。啃秋，在这天可以啃食玉米、甜瓜、香瓜等食物，也象征住咬住丰腴。饮用井华水，本草纲目中提到，井华水凉能清热，甘能助阴。立秋时在清晨从井水中取上，煮沸饮用的话可以安神、镇定。乞巧，在立秋后，处暑前有着七夕节，也就是牛郎与织女一年一度相会的日子，因此在七夕时会有乞巧的仪式。月下设香案，备有针线、瓜果、鲜花等，向牛郎与织女星乞巧。
在台湾七夕也代表七星娘娘诞辰，该神明维护儿童的守护神。到了立秋也象征住天气的转变，除了饮食上需要有所调整以外，还需有禁忌需要遵守，避免伤到身体，触怒到神明。立秋不宜吃太多辛辣的食材，也不宜食用太过补的食材，避免肠胃与肺过燥。虽说立秋到了，但暑气依然在，会呈现白天热晚上凉的情况，最好是能够早睡早起，若是晚睡容易助凉，且早起天气冷热变化大，容易影响到身体机能。立秋对应人体器官是肺，再加上秋天暑燥，透过空气传染的疾病也变多了，因此要尽量减少出入人多的地方，预防传染病的感染。立秋保持心灵上的平静，若是过度悲伤可能会衰整年，且以中医的角度认为，悲伤容易伤到肺，所以需要保持心情平静愉快。古人说立秋少吃瓜，多吃果，因为天气渐凉，立秋要少吃西瓜等凉性的瓜类，养好身体。另外一种说法则是，在夏天天气炎热多会吃生冷的食物，脾胃的功能受到影响，立秋后需要好好调理。立秋需要护秋，也就是守护谷物，避免去践踏农田作物，否则恐会惹怒谷神。立秋的秋在商周文字中以蟋蟀作为象形文字，而蟋蟀也是秋天的昆虫，因此借此形状来代表秋季，故古人既在立秋时玩弄蟋蟀。立秋的传说，秋神巡视大地的传说。秋季是一个丰收的季节，象征着成熟与圆满。在中国古代神话中，秋神入收是秋天的掌管者，它的存在与故事为秋天赋予了神秘而庄重的色彩。入收的传说不仅反映了古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，也体现了农耕社会对丰收的期待与祈愿。这篇文章将探索秋神巡视大地的传说及其文化意义。入收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秋神，他的形象在古籍中有着明确的描述。入收常常被描绘为身穿白袍，头戴白冠的神奇，这一形象象征住秋天的清爽和洁白。同时，入收的神职是掌管秋季的收获，寓意着成熟与圆满。入收这位秋神的形象代表了秋季特有的特征：凉爽、成熟和丰收。它不仅是自然界的守护者，也是人类农业活动的指导者。在传说中，入收拥有驱使秋风的能力，能够为大地带来丰收的气息。这一点进一步强化了它在农业社会中的重要地位。每当立秋来临，入收便会从天庭降临到人间。他驾着白马，手持秋刀，开始巡视大地，检查农作物的成熟情况。入收的降临象征住秋季的正式开始，标志住农民应该开始准备秋收。这一神圣的降临仪式在古人的心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，代表住丰收的祝福与希望。入收手持的秋刀是他神力的象征，据说这把刀可以划破夏天的酷热，带来凉爽的秋风，促进农作物的成熟。秋刀不仅象征住自然力量的转变，也代表着农民对丰收的期待。在入收的巡视过程中，秋刀被用来检查和保护农作物，使得农田得以繁荣昌盛。入收还被赋予了驱动秋风的能力，当他巡视大地时，清凉的秋风随之而来，驱散了夏日的炎热，为庄稼带来适宜的生长环境。秋风的到来不仅有助于作物的成熟，也象征着新一轮生命周期的开始。
入收的巡视为人间带来了丰收的预兆，使得人们对秋季充满了期待。在农业社会中，秋神入收的巡视对农民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。立秋之后，农民开始准备收割成熟的作物，而入收的巡视象征住神灵的庇佑与祝福。人们通过祭拜入收，祈求秋神的保佑，希望能够获得丰收，免受灾害的侵袭。入收的传说在中国各地流传甚广，并影响住当地的民俗文化。在立秋这一天，人们会举行各种祭祀仪式，感谢秋神的恩赐，祈求来年的丰收。在一些地方，这些仪式成为当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象征住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。秋神的巡视不仅仅是一个神话故事，更是一种自然与人文的结合体现。入收的形象和故事表达了人类对自然的观察与认知，反映了人类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与依赖。通过秋神的传说，人们学会了与自然和谐共处。这种传统思想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深远的影响。